前方的林中，那2名躲藏在树后的身影，目光满是警惕。还有1名躲藏在空中云后之人，看似只是路过，却保持着跟李长寿相同的御空速度和方向。这么明目张胆吗？防阵确实是混乱，散修众多，鱼龙混杂，出了防阵也就没了规则。距离对方的陷阱还有100丈、50丈。李长寿突然杀云，喃喃道：呀，还忘了买些东西，哎呀，真是的。言罢，转身朝着防阵的方向要离开。突然间，上方一抹宝光砸落，后方前方各有2道身影现身，朝着李长寿急冲而来，手中的宝光闪烁。李长寿嘴角轻轻抽搐，但立刻做出一副面色大变的模样，朝着下方丛林急坠。你们什么人？险之又险，一口3尺长高的方印，夹带着万钧奔雷之势，从他面前直直砸落。劲风扑面，吹得李长寿这具纸道人长发乱舞。他刚落地，5道身影就从前后上方齐齐扑来。李长寿急退2步，右手握住肩头的剑柄，口中大喝：且慢，怎么可以谈一谈？这5个人的动作却是丝毫不顿，2个人催法，2个人扔砸宝物，对着李长寿急冲而来。李长寿双目一凝，背后长剑拔出3寸，一缕缕无色无痕的粉末被他仙力催动，朝着5个人悄然飘去。他脚下施展出精妙的步伐，将袭来的法宝术法符箓险险躲过，身形看起来颇为狼狈。空中那修为最高的偷袭者对着李长寿张开左手，李长寿的周围顿时出现了一缕缕玄妙的波痕，动作也随之慢了下来。那口宝印再次砸落，李长寿的身周气息一震，暴露出了原先的修为，将周遭波痕强行冲开，再次惊险地避开这宝印砸击。他目光中带着怒火，低吼一声：别逼我出剑！空中那名修为在真仙境初期的中年道人冷冷一笑，继续收回宝印，再扔出宝印，对着李长寿的额头砸来。那4人更是再次催出法术神通，封住李长寿后退的死角。洪荒板砖砸人之道，盛行久矣。突然间，这几个人中修为最弱的那名归道境的炼气士颤声喊道：小。几个人循声看去，却同时眼前一花。空中那名真仙面色一白，刚要转身疾飞，身形莫名一个踉跄，直接从空中栽倒下来。地上4个人倒得更快，在林间瞬间躺了一地。李长寿左手一扬，罗天宝伞升空而起，撑出了一道隔绝阵。一直在抓着剑柄后退的他脚步一顿，贴地突然前冲，终于拔出了自己的长剑。嗨，这哪里是什么长剑啊，剑柄下有半截剑身，剑身无刃，剑尖却是有7条法宝绳索。李长寿甩动这把奇怪的长剑，其上的绳索瞬间拉长，就如同奇缘老道的拂尘般，转眼间就将还未落地的真仙以及其他4个人捆住。李长寿随手一转，这5道身影瞬间朝着他身前聚来。与此同时，李长寿的袖口3只纸人翻着跟头跳了出来，还未落地就化作3名冷面老道。纸人1号掏出了一只镇邪木鱼，纸人2号握住了一只招魂金铃，拿出了2罐焚仙粉，纸人3号做出恶虎扑食状。5人叠罗汉般的落在了李长寿的面前。2号立刻撒出了焚仙粉，3号扒走了几个人的储物法宝。李长寿的掌心窜出了几团3昧真炎，塞到了5个人之间，火光瞬间暴涨。木鱼敲响，铃声阵阵，诵经升起。李长寿的目光紧盯着防阵的方向，却见那里似乎有人朝这边观望，但并无一人凑过来。仙石环顾周遭10里，
警惕着各处的风吹草动，扔出的摄魂珠开始迅速旋转，一次吸纳5个人的残魂。自他反击到面前只剩下一堆灰烬，前后连斩茶的时间都不到。李长寿催动土遁之法，将长剑插回背部剑鞘，纸人依次跳回了他的袖口。地上那几件已经被三昧真言烧成半毁的法宝，也被他收入了一只处理垃圾专用的宝囊中。最后一步，李长寿袖袍一震，那些灰烬随风飘扬，化作此地草木的养分。收回改良之后的罗天宝伞迈入地面流沙中，身影飞速地朝着北方遁去。那些探查此地之人也是捕捉到了他离开的背影，以及那一句喃喃自语：都说了别逼我拔剑。这剑修好生厉害。李长寿算着指道人的仙力储备还算富裕，先向北赶了1万里路，又转向东面逛了一遭，才遁回渡仙门。之前的情况还真的是凶险呢，还好那名真仙大义轻敌，也是习惯了用法宝砸人，实力没有发挥出几分，就被自己放出去的毒粉给放倒了。现在李长寿已经有了代替软仙散的迷药迷心醉魂散。刚才拔剑的时候放出来的毒粉总共有6种，那真仙从空中跌落的瞬间其实已经是死了半截了，最后被三昧真言吞掉的还是在抖动的元神罢了。假如我也是这般大义，那挂的必定是我。李长寿心底感慨，对此引以为戒，全然没有赢过一场平白得了几人家底的欣喜感。这也没什么可欣喜的，被人盯上了，还是自己不够稳重，行事毛躁了。回去写一份检讨，下次让师傅多出来溜达几天吧。只是看着自己袖中那些宝囊中满满当当的灵药毒草灵兽幼崽，估摸着这3、5年有的忙了。发家致富，厚财护道。一路紧赶慢赶，李长寿在约定的时辰赶回了自己离开的密林，在土中悄悄露了个头。指道人迅速将方盒摆好，看脸自己的侧杆时，发现在微微闪烁光亮。李长寿很快找到了自己师父躲藏在10里之外的身形，传声道：师父，您先说一下仙石。正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指道人的奇缘老道，立刻应了声，收回仙石。那菱形仙石果然是不再闪烁光亮了。指道人的身形缓缓耸肩摇晃，口中念着小小小，一缕缕仙光环绕，那加厚的纸人再次出现，肩上挎着的小布包鼓鼓囊囊的，动作灵巧的跳到盒子中，自己还顺手带上了盒子盖。好了，师父，拿回盒子，就当无事发生，回山就好。下一次咱们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出来溜达。奇缘老道顿时轻笑了一声，驾云而来，取走方盒。李长寿的心神回归丹房之中自己的本体，立刻长长的松了口气。那种脆弱、无助、弱小又可怜的感觉总算是消失了，还是本体舒坦且安稳。长寿师兄到底会喜欢什么？渡仙门内破天峰，离这9字9仙住所不远，一处岩壁洞府。这洞府外面看着其貌不扬，其内的布置却是十分的精致。踏入洞府便是一处雅致的大厅，左手边能见到1丈长宽的莲花池，池底铺满了灵玉，池水散发着莹莹光亮，莲叶之下偶然有1、2条锦鲤。右手边是宽敞的会客间，有蒲团、坐榻、屏风，两旁衬着帷幔，岩壁上挂了几幅山水画作。继续向内探究，则有2条岔路，其中一条是通往此地主人真仙江金山的闭关起居住处，另外一条
则通往江青山亲传弟子杜仙门当代年轻一辈首席弟子有秦玄雅的闺房。此时刚从感悟状态醒转的有秦玄雅正在思索上面这个问题。师父此前说过，互相赠礼是增进彼此交情的有效手段。他想给长寿师兄一份礼物，也想得到长寿师兄的还礼，借此便可以证明长寿师兄也将自己当作了友。挚友是需要不断的交流增进感情的，那是无话不谈的好友，是有秦玄雅颇为向往的境界。只可惜他到现在一个都没有。我修为不高，也就有一手土遁，这说出去恐怕让人笑话。土遁？有秦玄雅轻轻地眨了眨眼睛，睫毛颤动间已是想到了些什么。他转身朝着一旁的衣柜而去。房间中的陈设其实十分简单，但几样家具都材质不凡。在衣柜中取出了一只首饰盒，刚打开便是光彩四溢，能够见到诸多灵光闪烁。这些都是他来杜仙门求仙前父皇母后的赏赐。虽说如今南州俗世浊气混杂，人族帝皇国君牵扯因果太大，没什么炼气师敢干涉一国之君的寿元和命格，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国君通过各种手段得来炼气之法。几乎半数的俗世人族国君都有提升自己寿元的手段，有秦国便是典型的仙凡混杂，从国君到将领都有修为，堪比是小型的仙宗。有秦玄雅在首饰盒中找了一阵，很快就捏出了一颗土黄色的宝珠。这并非法宝，而是自灵脉中形成的宝珠，其内蕴含精纯的五行土之力。虽然不是什么重宝，却对土行法术有着一定的增幅，对土遁也是一般。这类天成的宝珠比相同效果的法宝法器何止是珍贵100倍。师兄会不会觉得礼太轻了？有秦玄雅轻轻地斟酌了一番，还是做下了决定，取了一个小巧的锦盒，将宝珠放入其中。想了想，他又取了一方锦帕，斟酌犹豫了半个时辰，才在上面写了一句：赠长寿师兄。将方帕叠好，盖住宝珠，合上锦盒。他抿嘴轻笑，脸部都轻盈了许多。哈哈哈哈，这真仙怎么比我刚斗气的时候还穷啊？地下密室中，李长寿看着自己面前这7、8件储物法宝，挨个将里面的有用之物取出，将那些无用之物与这些储物法宝放入分类处理垃圾的宝囊中。哪怕被认出来的几率再低，李长寿也不会用这些战利品法宝。当然了，灵宝一级的保护除外。问题是，自己用的那些迷药毒丹也是有成本在的，这些都是不会拿出去卖的好东西。毒草一部分来源于万灵云长老的援助，其价值无法具体计算。这一波被尾随的结果，实际上就是自己略亏。这几个真仙确实没什么家底，倒也反映了大部分散修的窘境。人族兴起，道门昌盛，道统遍地，仙门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大部分的资源都被仙门控了。这些因为资质、个人经历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没有仙门依靠的散修，能够维持平日自己修行已经算不易，很难积攒下多少家底的。李长寿当时给了对方收手的机会，纯粹是他舍不得用自己法器中的那些毒粉，所以才喊了那句且慢。如果对方停手，他迷昏对方就算了，毕竟能够毒杀真仙的丹药实在是太贵了一些。但对方并未停手，很专业也很果断，铁了心的就要杀他夺宝，这让李长寿很无奈啊。这件事给李长寿的教训：一
是要自己制定好详细的贸易规划，避免再被人盯上。二是自己今后如果见宝动心要谋算，就要想想这几个家伙对付自己的下场。宝物再好，也要有命才行啊。那些法宝类垃圾现在用不上，等他炼气水准提升上来了，说不定就用得上了。不过越是接触炼气禁制，越觉得这门学科博大精深，而且能取巧的地方确实是不多。想要修改开创禁制，没有几千几万年的钻研是难以成事的。而且洪荒真正厉害的法宝并非用宝材这般炼制出来的，而是天成之物。炼制类法宝的顶端就是功德后天灵宝，还是功德二字比较重要。与其在精研炼气的路子上走下去，不如把精力花在阵法上，继续追求阵法小型化的火力覆盖。炼气这一块呢，就专研储物法器和减脂成人要用的类别，还是要把主要的业余精力花费在阵法与炼丹之上。而主业呢，那自然就是悟道修行，问道长生。李长寿坐在书桌后，开始将自己这次搞来的灵药毒草分门别类。稍后我炼出成丹，给万凌云长老送去一些吧。虽然有些班门弄斧之嫌，但好歹也是我的一份心意啊。做完了整理工作，李长寿把那10几颗镇压了灵兽幼崽的法器球放在一侧，等会儿呢就拿去灵兽圈中放养。这里面还有2只幼崽是给灵娥的，他此前抱怨了很久，说灵兽圈中大部分都是毒物，他想找只小兔小鹿打打牙祭都很难。这次李长寿就给他换了2只味道不错品相也不错的灵兽，愿意养可以当宠物养，散养几年也可以当食材。